嗨，我是陆老板。这集我们要来聊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，是职场性骚扰。因为我其实也收到不少的粉丝跟我说过遇到这样的事情，那我经常会提供一些解决或是面对的方式。那最近这个议题非常的延烧，我觉得好像是时候要有更多人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我们先来聊一个职场最常见的，就是言语性骚扰好了。通常就是男生对你开黄色笑话，然后让女生觉得不舒服。那如果你翻脸或是臭脸，就被说怎么那么开不起玩笑啊？哎呦，没有幽默感啊。很容易会这样，那甚至有女生去这样跟她的女主管或是其他的女生讲的时候，会被说人家只是在跟你开玩笑啦，你干嘛这样那么认真干嘛？还好像是你错对啊，怎么回事？还有女粉丝跟我说过，她收到男主管在下班的时间用 LINE 传给她很多言语挑逗的 LINE 对话，然后她每天晚上要被他讲那些话轰炸，她真的觉得很痛苦。那她可以不要看吗？还是就？哎，我觉得你看我们女生为什么要这么卑微？我还要一直被你骚扰，可是我只能不要看。然后搞不好他隔天去公司还问你有没有收到啊？你怎么都没有读？就是现在的社会好像有很多的环境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建议是这样子，麻烦男生，请你们不要觉得开这种玩笑没关系，什么你只是在开玩笑而已。只要让对方觉得很不舒服，这就是一种言语的性骚扰，不是什么开玩笑就可以带过的，好吗？然后麻烦受害的女生。不要觉得好像是不是只是开玩笑，我是不是不用反应过度 ？No， 如果你觉得你很不舒服，你就是被性骚扰了。不要一直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开不起玩笑，很怎么样？不要先自责哦。你受到骚扰不是你的错，先不要检讨自己。然后麻烦旁边的人，就是例如可能是同事或是其他的主管，麻烦你们不要帮着一起说他只是开玩笑而已，干嘛过度反应？哪有什么？很多人会说，哎呦没有给你摸到，就讲个黄色笑话，怎么了吗 ？No。即便是言语，只要我很不舒服，对我就是性骚扰的。我觉得这个风气要导正一下，不要觉得开玩笑好像就没关系。所以建议，如果你受到这种言语性骚扰的女生，你就要把它视为是一个性骚扰的状况。我建议你应该要告诉你的主管，或是公司，或是人事部说，我觉得我对于刚刚这个玩笑觉得很不舒服。公司应该启动一些手续去告诉这个开玩笑的人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他应该要跟你道歉，然后你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才可以结束。所以公司是一定要介入处理的，只要你感到很不舒服。所以女生要记住，就是没有人可以让你有不舒服的感觉，然后请不要先检讨自己哦。听过很多职场的女生会被公司带去陪酒，可能是跟客户吃饭，就要被叫去那边陪客户喝酒，或者是明明就开会，可是叫一堆不相干的女生进来陪着开。我真的有看过外面公司有这样做，一群男生要谈生意，旁边一定要坐一个女的，然后通常就是公司的女职员，然后就要在那边陪喝，然后聊天这样子。之前有一些新闻案件是女职员会觉得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？这不是我们职责分内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们要去陪酒？好，然后甚至可能也没有被当作是上班，也连加班费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他叫你上班也是不合理的，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啊。所以我会觉得呢，这既然不是你分内跟工作的事情，你可以拒绝。因为我之前有去面试过一个业主，然后他就有直接讲说，你可能下班之后还要去陪客户吃饭哦，他是挑明跟你讲。那他如果都这样跟你说，你要怎么说？我觉得我会确认清楚，陪客户吃饭是我要去跟他谈生意，然后我们用吃饭的形式去接到这个单吗？还是不是啊？就是纯粹你们去吃饭，然后我们也没有要谈生意，可是我们就是要去陪。因为有一些场子确实是在吃饭的时候把生意给谈成的，可是那可能是我的业绩、我的订单，我要去谈。可是它很正常，它没有任何肢体接触哦，就是大家只是轻轻松松的吃饭，可是其实我们在谈生意。我曾经遇过，就是一个大桌，大家一起吃饭，然后刚开始要谈生意什么的，很多男生有点喝醉了。开始开黄腔，可是我们现场桌子上面有很多个女生，我们就开始觉得，等一下他们现在在说什么？他们怎么开始开一些身体器官的玩笑这样子？然后笑得很开心，因为整个有点醉了。我当时很不舒服，可是我竟然不敢先离开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没礼貌。我现在想就觉得不对，我既然很不舒服，我就该走，而不是在那边啊怎么会这样，然后不敢走。那你想哦，我是自己创业的老板，我都不敢走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小职员，你更不敢走，因为你主管在那。对，可是你看这是不对的。其实我们都应该走，我们都应该觉得这是对我们不对的事情，不要因为觉得说好像这样很没礼貌什么，他们更没礼貌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其实职场上面的现实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搞不好有去那个陪那个酒的人，老实说，他们就是会得到一些特权，他们甚至会升官，他们甚至可以受到比较多的赏识，甚至搞不好调薪。然后没去的人，或者是拒绝出席的人，哇，搞不好就受到一些冷冻或什么变相的处理。我觉得这也是女生在职场上面的困境，就是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权力不对等的人，也就是他如果就是你主管、你老板，他可以影响你的前途的时候，女生好像就会被迫觉得，我好像没办法违抗他，因为我一旦违抗你或拒绝你，我是不是明天会被 fire？ 就没工作。对，当这种权力不对等的时候，很使得女生就会压抑自己心中的声音。
然后告诉自己算了啦。那你说运用这个权力不对等骚扰你的人，他知不知道这个？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他他怎么会不知道？他就是知道我这样对你，你一定敢怒不敢言啊。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，那我们的收入会不会受影响？对，如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呢？如果我做得好好的呢？如果我在这个公司奋斗很多年了呢？我为什么要因为这样子就要被迫离开？有时候女生是会很不甘心的。可是怎么办？这个是我们现在遇到的现实。当权力不对等的时候，女生很容易会吞下去。现在台湾的 Me Too 浪潮起来，我希望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，来告诉女生，真的不要忍。如果你忍，你有可能要忍一辈子。因为你现在不想离开，当你忍了2次、3次之后，你还是会觉得前面我都忍了，那我现在离开，不就前面也白忍了？你有可能会不断的说服自己说，就继续忍哦。那他会不会变本加厉？会，他会发现，你已经确定要忍了，他就会越来越夸张，那你就会变成纵容他这样的行为，而且他也会继续对更多的女生这样，他绝对不是只有对你而已。有时候会形成一个很不好的氛围。以前那些女生也都是被骚扰过来的，所以当新来的菜鸟被骚扰的时候，资深的女生可能还说：“哎呀，谁没有这样过？哪有什么，忍一下就过了啊。”怎么办？这个氛围可以吗？这文化就不行。对，这个文化就会越来越糟糕。然后所有的女生可能会觉得不要这么开不起玩笑，这还好，我们都是过来人。男生可能会觉得啊，大家都这样也没怎样，就你一个人在那边吵。这个氛围是不行的，不可以被鼓励的，不可以被隐忍的。所以我当然也希望现在的这个浪潮可以让女生真的不要再忍了，能够有勇气选择站出来对抗这样子的不合理。我知道很难，因为当你真的很需要这份收入，而且你的前面的努力可能化为乌有的时候，我知道很难。可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人鼓起勇气去这样做，即便可能你会有些损失，即便会惹上很多事情，可是越来越多人这样站出来遏制这样的事情，习惯这样子做的人才会知道不可以。好莱坞其实也是经历了这样子长久以来的恶习，才发现哦不可以，现在不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一定要有一番革命的啦。希望现在大家是敢讲敢站出来，然后站出来的人不要被检讨，不要一下子就先检讨被害者。什么叫检讨被害者？就是动不动就说你为什么不反抗，为什么不跑跑，为什么自己要穿那么少，都是检讨受害者。这一切跟他被性骚扰都无关的。大家也要思考到权力不对等的时候，女生不一定敢反抗，所以有可能会隐忍很久很久，现在才敢讲。那你现在又要骂他，这个真的太伤了。他已经勇敢讲出来，然后还要被骂。对啊，而且当初就是一定有某些状况使得他不敢讲。对啊，对，那这个挣扎是很多没有遇过的人不理解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权力不对等之下的犯罪是很过分的，因为你是利用你的权力来伤害这个女性。再来是职场常见情况3，利用公事而有了不合理的触碰，然后推脱不是故意的，甚至还跟你说摸一下又没少一块肉。不行。我有个女粉丝跟我说，长官每次跟她讲公事都会故意摸一下她的肩膀或拍一下她的背，她都觉得你其实根本不用多做这个多余的动作，但是她又不知道该怎么闪开，她就问我说该怎么反应。好，我的建议是，下次这样摸你一个肩膀，你马上站起来，你有一个很剧烈的反应，让她知道不要碰我。第二个方式是，如果你们是站着的，然后他讲一讲，动不动摸你一下，立刻后退，你不想让他碰到，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比较剧烈的反应，去让他知道不要碰到我。第三个方式，直接出言制止，说不好意思，请不要碰到我，或是不要碰到我，不好意思，要用一些肢体或是语言去告诉他不要碰到我。如果他说哎呦又不会怎样，你就说可是我很不舒服，至少你要表达这个东西哈。那如果他一直不改善，你真的要投诉哦。如果你有证据是最好，例如你可能有骚扰你的聊天记录，或者是公司的监视器，大部分公司里面不管会议室或任何角落应该都有监视器，有没有被拍下来？你可以要求你要留存那段影片，证明他就是有尝试想骚扰你。公司内部的投诉管道，或者是对政府机关的投诉管道，然后要求公司应该来做惩处或是内部的调查。那公司如果不进行内部调查是违法的哦。大家要知道，公司是不可以跟你说息事宁人的哦。大家不要以为公司不调查我们能怎么办，公司不可以不调查，只要你有内部投诉，公司是一定要先做内部调查。政府的管道我们这边有查到，可以拨打113，或者是就发生地的警政机关提出申诉，这是有管道的。那公司的管道就是对公司的负责人或管理者投诉，如果负责人老板就是加害者，那你就是对刚刚的政府单位投诉。对，男生呢？男生可以怎么保护自己？如果今天是女生想对伤害男生，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来说，他刚摸我呢，我就可以毁了他的前途？有可能的。男生你应该要保护自己。我有很多的男性高阶主管是这样做的。第一个，他们是绝对不跟女生独处的，开会的时候或是一定不会1对1，一定会再找
一个秘书或助理一起见证说，我不是跟你1对1，我绝对没有对你怎么样。如果有，还有一个证人说刚刚那是什么情况，这样子有个公证单位，他们都是已婚男性，他们知道要保护自己，所以他一定不会跟女职员1对1，尤其他是主管，他是下属的时候，就是所谓的权力不对等的时候，他会更加防备。第二个，要讲任何事情、做任何事情，请在有监视器的情况下，发生什么误解都有画面可以调，你不要在什么楼梯转角、什么地下室停车场的一个盲点，你百口莫辩。第三个，绝对不开自己的车1对1的接送女同事，不会有什么顺便载你啊、送你啊，不让女同事上他车的，因为车内的独处空间就很多事情。这个是懂得保护自己的男生会适当的跟女性保持距离。希望这一集短短的、浅的浅谈这个议题，可以帮助到大家，然后可以好好上班，不要再被骚扰了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做我的IG哦。